摁住他，别动！放开我！你们这帮毒傻逼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对不起，长官，我们来迟了，人已经控制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，师哥开小差的，好像脑袋受刺激了，以为自己还在打仗。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。我看有人受伤了，赶紧送医院。是。押走！放开我！起来！走！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没关系，小伤。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没事。去医院。谢谢你啊，陪着上医院，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。是我要谢谢你。没事，我快去忙了。如果赵科长问的话，你就跟他说一声。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先让我送你上去。不用了，我都送到这儿了，走吧。快，你再不走，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去给你倒。你快坐下。你腿怎么了？哦，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。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？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，就不觉得疼。这正好有开的药，我还有药箱。这有镊子、碘伏。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聂长官。聂长官，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，一点都不害怕吗？不害怕，害怕就不参军了。您真让我敬佩。刚才我在里边上药，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，这也让我很敬佩。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。应该的。啊，那您先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您。再见。还有，谢谢您的药。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，演得真好。这可比莎乐美可怕多了。约翰，我终于吻了你。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，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？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。杀了这个女人！杀了这个女人！
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，赶紧收一下尾，尽快撤离。这是你的新目标。这么年轻的上校，帅气，事业有成，跟共谍沾上边了。聂曦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氏中将的第一副官，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。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，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，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？组长好魄力。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。听说的够多的呀。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，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，所以我要投桃报李。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，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，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。记着，选你是因为你在空档那边没有任何资料，可以说是白纸一张。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，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。而且，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，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。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。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，我都没有启用你，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？渗透这个聂曦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。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。莎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，慎独自律，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。聂曦作为他的副官，也是有样学样。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。好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在这么假的舞台上都能演得那么真。那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听你的好消息。顺利吗？顺利，非常顺利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。组长，不是说好了是演戏？那个疯兵怎么乱开枪？那样会伤及无辜的。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，伤及无辜就对了，这样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曦。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，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？放心吧，自然有人会处理的。等消息。沙柴啊，揮沙柴，陰對升起嘅沙柴。最後200萬收單啦，幾多啊？
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，毫无前途可言，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。无耻行径！美国人太不厚道了，把我们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，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，这真是令人齿寒呐！为此，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，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：同心同德，同甘共苦，同仇敌忾。我相信，我们定能反攻大陆，光复山河。不成功，便成仁。反攻大陆，光复山河，不成功便成仁。老师，我刚听广播了，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。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，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，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。太好了，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-24炸那里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。谢谢老师。照这个形势来看，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。也不要过于乐观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。太平洋战争之前，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。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，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。丘吉尔说过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老师，咱得乐观啊！美国这叫什么？釜底抽薪。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，解放台湾势在必得。势在必得，最晚一年之内，台湾肯定解放了。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。解放之后，我们全家团圆，阿美也会。阿美想孩子吗？想，很想。吃好了再来啊！慢走。先生，来点什么？董行，这批鱿鱼可肥了，你摸摸，这肉多厚？我这也刚晒了一批。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？老板，有人卖货。哪儿的？红商行的。请里边来。我看看货。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同志，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，外边到处都在抓我，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？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，还是请回。同志，我叫庄阿晨，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，也负责《光明报》的编辑和校对。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。让开，同志，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
没有地方可以逃了。基隆大搜捕的时候，我死里逃生，躲回了彰化老家。可是没多长时间，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。对不起，您真的找错地方了。带头来抓我的，还是我的同乡，叫刘康福。让开。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。阿斌，刘康福早就叛变了。送客。同志，先生，回吧。组长，王阳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？林老板，不愧是老地下。调查敌人，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，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。当然，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，就像钓鱼一样，要有耐心，把饵放出去，剩下的就是等。老板，要不要跟上去看看？不用。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？如果真是同志，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。为什么？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？王老师啊。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，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。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？他刚才提到一个人，刘康福。刘康福，刘康福，他来没来过三人行？没有。不是老板，再不跟上去的话，我们的纪律是什么？不能产生横的联系。所以说，不论他是谁，都不能留他。胳膊怎么了？胳膊没事啊。回来。放下。没事。那这只胳膊呢？受了点伤。把衣服脱了。受了什么伤？脱了。袖子挽起来。怎么弄的？昨天买早餐回来，在街上碰见一个兵，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，我看太危险了，都扫着老百姓了。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，我就拦了一下。你受了枪伤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，需要我就没说。哪个女文员？机要科的，叫黎晴。刚来的？是，刚来不久。老师，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觉得不是巧合？我没说不是巧合，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。赶紧回去休息。不用，回去，不然阿美会怪我的。真没那么严重，老师，这伤您也看了，就是轻伤。那我先回去，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来。走。是。
哎，叶副官，昨天你也没拿药，今天记得拿上。谢谢。哦，我给你煮了面。哟，还是那么辣吗？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，这次是鸡汤面，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嗯。李幼员手艺好，你快坐，快坐。哎，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？啊，我是11月份来的，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，所以我就比卢振华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。哦，演出？什么演出啊？是一出话剧《莎乐美》，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。台大我之前经常去，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，教英文的，姓高。高怀民老师吗？哦，他教过国文系，我也是国文系的，我上过他几节课呢。人长得帅，教的也好，他的课可都是满座，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。是，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。对了，你昨天去重庆北路，也是买早点？嗯，哪家啊？啊，重庆北路33号，那里有一家。呢？这种事情让我来啊！你都受伤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嗨，小伤。交给我了，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，我给你做。然后碗你也不要洗，我给你洗。来，药拿上。谢谢。还有筷子，放这儿吧。想吃什么跟我说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风兵计划果然有效。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。也许，利用好这一点，我会在外围配合你。明白。没事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其实，只有真饿了，我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。他这样子挺不对的。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您了吗？林老板很谨慎，有意思。组长，我能不能申请
回去休整一下，好打起精神，给这帮凤蝶好好演戏。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，臭了。对，我也觉得是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就得好好休息休息。确实，那就回去洗个澡，吃点好的补一补啊，把精神养足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五小姐放松放松，好不好？是吧？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。庄阿晨老师，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，在渗透这方面，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，是吧？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，可以？像你刚才说的啊，渗透。说白了，其实就是演戏。你呢，很有天资，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。可是表演呢，要想打动人心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。所以。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，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，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要不然拜拜神灵，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。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，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，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，为了大局，我也不可以救，懂吗？对不起，组长。明白了。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。扮演，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、东躲西藏、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。我相信，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！等你回来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。我不该吃这个。那我去了，保护好自己。梁凤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，对吧？啊。就是我也行啊，小南，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，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。明白。你的能力不在渗透，在于抓人证、搜物证。开车吧。衣服关。我看外面要下雨了，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、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。这段时间这雨啊，是说下就下。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？要报答救命之恩啊，我做的可不止这些。
我呀，是看你一个人住，就想着呀，想着多帮你做一些。是我太唐突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？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，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。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。那你受伤了，他也不来照顾你。我太太是护士，她每天很忙，经常要加班。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。不好意思，确实是我唐突了。叶副官，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？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？老师，封兵的事我查过了，没查出什么纰漏。请进。报告，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。怎么不早汇报？司长，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，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？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？接黄街兵团撤台之日，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。一来人命关天，二来涉及外事，哪一样都马虎不了。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，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。是，您说的是，请司长放心。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、海况预报，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。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，你们一直没间断过，做得不错。司长您过奖了，广西2个站要不是当年在4战区蒙您照顾，那早就被日寇端了。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了。哎，我这就给您送过去。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。司长，是这样，2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，总长有指示，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。您等一下，我给2厅打个电话，再给您汇报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啊。
次长，我送你。你别送。次长慢走。接2厅段厅长。喂，段厅长，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。您之前吩咐过，无论是谁，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，都要向您汇报。是。刚刚啊，吴次长来了一趟。怎么样，老师？比想象的要难。李站长一定跟2厅通过气，没有总长的指示，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。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。上海离舟山很近，天气倒是差不多。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，冬春2季，上海至少有1/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。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？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，是空军参谋，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？是。你去接他，到家里吃顿饭。明白。一良同志啊，在戒严，什么情报这么重要，你要自己送，太危险了。老赵，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。你说，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？有啊有啊，走。庄阿晨，他是有，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，在光明报案之后，他就失踪了。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，有人说他牺牲了。怎么了？有没有他的照片？没有啊。周浩东书记啊，被捕之前呢，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、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。还有一个人，刘康福，你知道他的情况吗？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。张浩同志牺牲之后，他就失踪了。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？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。有没有他的照片？有。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。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？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？先生，叶副官。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，肚皮都要撑破了。这样差不多。对，就这样，你看，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。就好了，很简单吧？哎，你们回来了。来，于旭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，从香港来的。这是我家先生吴石，这是他的副官聂希。吴先生好。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？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？先生，叶副官。
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，肚皮都要撑破了。这样差不多啊。对，就这样，你看，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，就好了，很简单吧？哎，你们回来啦！来，于旭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，从香港来的。这是我家先生吴石，这是他的副官聂希。吴先生好，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，幸会啊。幸会陈太太，欢迎来家里做客。我去换身衣服。好。碧葵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啊，那你稍等我一下，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。哦，真的是的。聂希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。好的，师母。陈太太，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？我想了想，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。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？台湾圈子很小啊，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，我们很聊得来，谈得很投机。老师的事儿，师母可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你放心吧。陈太太、聂副官，你们要不要喝点茶？我去沏茶。好。好，那谢谢。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？啊？我前2天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，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。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？你记起来了？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跟查案子似的。能带回家的朋友，肯定交情不浅嘛。我就想多听你说说，毕竟你朋友不多。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，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。也是。换上吧。陈太太，我直说了，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。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。谢谢。谢谢。陈太太，请尽快离开我家。我知道了。陈太太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了想，还是不打扰了。哎，不打扰，一点都不打扰。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？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美味，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。那，雨勋，你帮我劝劝陈太太，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。如不嫌弃，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好的，那就添麻烦了。不添麻烦，不添麻烦，都已经备好了。那个，于旭，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。叶希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。啊，好。那个陈太太，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，饭马上就好啊。好的。这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纯粹是朋友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通讯证还在你手里吧？
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，赶紧离开这里，离开台湾。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？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。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，我再走啊？不可以，你一天都不能留。作为一名交通员，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。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私自把胶卷送出去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，这是更严重的错误。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，明天坐船回香港。那第一次约在店里招待所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？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。这我承认。正因为在店里招待所留下了隐患，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。前2天，我听窦太太说，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，他看见了我和毕奎。但是请您相信，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，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。那以后呢？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？据我所知，段太太现在去不了窦公馆，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。吴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。而且我敢保证，万一我暴露了，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。你舍命？舍你自己的命？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舍命了，家人怎么办？您不是也有家人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坚持？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，但是运气不好，她在过关卡的时候，通行证出现了问题。她被捕了？她反应很快，快速地跳了海。她不会游泳的。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，什么都帮不了他。小万会想办法寻找营救他。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，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。报纸上有照片，我认出了是德英。他24岁，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。吴先生，我的身份是便利的，是灵活的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爸。这位阿姨是谁啊？哦，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。妈妈的朋友，你把她怎么了？学长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？哦，我今天当值。啊，快叫朱阿姨。
周阿姨好。啊，学成好呀。吃得惯下酱吗？啊，吃得惯，吃得惯。我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，啊，口味都比较偏清淡。来，来尝一下这个鸡汤川海棒。谢谢谢谢，我可炖了1天了，怎么样？好喝呀，鲜的眉毛都要掉了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，太清淡了呢。周阿姨，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和吴先生聊天，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。哎，往事不能提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也是有缘，真没有想到，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。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，没有看到抗战胜利，真是遗憾。不过今天很开心。不提了，不提了，我们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尝尝这个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吴先生也是福州人。对，我们俩是同乡，朋友介绍认识的。我18岁那年啊，就离家跟着他走了。18岁啊？对，我记得那年他也患了喉疾，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，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，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。是，当时碧奎家极力反对，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。后来有了第1个孩子，跟家里才缓和了。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，一直无怨无悔的。谁说我无怨无悔啊？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，我就不跟着你来了。那是我对不起夫人。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3章，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。哎，师母，现在得有10章了。哪3章啊？说来话长啊，有一次他要去香港，去公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，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，又是西装、皮鞋、领带。我说哎，在办公室里住几天，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？然后聂西怎么样，老板？没找到，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。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？全都找过了。全都找过了。不应该啊！码头上我找了2遍，他又不是本地人，能藏到哪儿呢？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？不用，店里不能出纰漏，交通线也绝不能动，还得是咱们几个。明天接着找，去吧。是。吴太太啊，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！哎呀，不要客气，今天的菜合胃口吗？哎呀，做得太好了，有空就经常来，你算来陪陪我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聂西，哎，你开车送陈太太。好。哎，凤梨酥忘拿了哦，等我一下，聂西，来，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，快等我一下，陈太太。好。等新的交通员一到，你就离开。吴先生，您根本就不知道，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。陈太太，这个是凤梨酥，哎呀，这个是鱿鱼干，哎呦，这么多汤特别好，特别谢谢。还有，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、沙茶酱拌面，然后炒菜都好。哎呀，这么多我拿不了了，多拿点，聂西拿啊，赶紧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
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曦的太太，高秀美。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，名叫 Peter。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。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，但光看照片，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。但至少解释了聂曦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。为了方便你渗透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。那我先回了。洪连旺，庄老师，组长，吃点东西吧。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。没关系，组长，我不饿。吃点吧。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，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？行动了，快了吧？那我吃。陈密言，臣以侥幸复遭命凶，生寒6月，慈父见背。今年4岁，就夺母志。同学们，这救夺母志啊，还讲的是张老师，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义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。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最清楚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。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，若即若离怎么样？我又不想擒聂副官，何谈故纵？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？好好学学啊！恭喜啊，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。那谷组长，我要去哪个岗位啊？沉不住气，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、俸禄啊什么的，是吧？你呢，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，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？谁能服？没错，您考虑的对。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？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，怎么样？愿意参加吗？当然了，我等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。只要一切顺利，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。
只要给我机会，我一定努力。准备好重新做人吧。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。是。别追了！别动！组长，都在计划之内。不管怎么说，任务完成的还不错。那您先回去，我让他们清理现场。天这么黑，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？留他在这儿，也算是重新做人了。走。
你是怎么知道3人行的？对不起，我违反了工作条例。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，我们关系特别好。有一次，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，说让我先去逛逛，自己去就来。我有点好奇，就悄悄跟了过去。看他进了这家店，我就猜，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。猜到的，没告诉别人。没有，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。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，总是独来独往的，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？我们是彰化的同乡，一起参加革命的。他菜烧得很好，做的多，吃的少，自己瘦的皮包骨头一样。没办法，他有胆囊炎。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，结果您记错了，他是46年年底来的，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。啊？47年吗？对。我记错了吗？47年。没错，是您记错了。好了，你去休息。好，慢点。今天不用值班了？奇了怪了，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，我这一想啊，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，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，所以我就请了假。赶紧上车吧。老板，躺好。怎么样？觉得好多了。委屈你了，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。这已经很好了。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，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。保密局还在通缉我，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？山里隐蔽，又有同志接应，应该比仓库安全。安心养伤。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。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，怎么还馋呢？是啊，我也奇怪，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，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。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。姐啊，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，星期天都不放假了，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。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？搞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又不说干什么，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，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。哎，姐夫，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？没听说。周总长没说吗？他是你们司令啊。没听说呀。来，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。对。别再给你姐夫倒了，他有高血压。你也别喝了，再喝了。慢点。行了。哎，姐呀，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，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，您干嘛不让我喝呀？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？喝多了好吗？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，不可能。行了，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，啊。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。我送您上去，老师。好。那玉勋，你看一下建成，如果打被子的话，你给他盖一下。
他学成要是学完了，你让他抓紧睡觉。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。哎，今天吃饭，我姐又催我成家，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，其实我是不敢成家。你看看现在的局势，美国人不管我们了，台湾以后向何处去？我自己都朝不保夕，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。我现在不就这样吗？对于老婆孩子，心里全是亏欠。我明白这种感觉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是一步一步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里走到今天，她不容易，你也不容易啊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今儿我豁出去了，我请客，让你喝个够。先回去吧。于队长，光联网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，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，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。继父，不写啊？干嘛呀？不去新竹吗？你怎么早点叫我呀？这还不够早啊？完了！我病假就12个小时，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送你啊？还用说吗？赶紧吧，来不及了。别着急，我送你啊。快点啊，来不及了。看什么呢？真好看。看上人家了？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。哎，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，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，年都过不好了。这么大阵仗，是要炸哪儿啊？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，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，现在什么都不说，直接集体集合。上课要好好听讲，知道吗？慢点，小姐。哦，毛毛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谁啊？啊，我是保密局的，叫于湘南，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。保密局？没什么好事。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，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，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。吴次长他对我很好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想多了不是？我们是奉了建峰同志的命令，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。那不光是吴次长，还有陈主席、周总长，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。你想想，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让你白干的啊！你想想啊，
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，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。王长官，机场马上禁闭了，您只能自己进去。继父，要不就送你到这儿，你自己进去吧。我已经快迟到了，兄弟，别废话，打开让我进去，快！对不起，长官，上面有命令，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。我马上打电话，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哪个上面啊？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。听好了，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。你要是不让他进，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。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，来。你不怕走在上面，我可害怕啊！欢迎。再不让进，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。哎，不合适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，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最好。知道，就吓吓他。老板，我都收拾好了，走吧。现在不能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板，怎么了？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。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？是。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，等等再说。这样也好，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。您救了我的命，需要我做点什么？20多架 B-24轰炸机正常待发，错不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像毛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，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。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！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，老师啊，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，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。地址的具体时间，估计除了老蒋、小蒋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那周志柔，周总长呢？他一定知道，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，他现在戒备心很重。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，没给。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。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？起疑心我也要去试试。老师啊，不能冒险的。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岛回国的理由，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。目前，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。总长，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。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？哦，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，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，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，气象站的李站长说，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。哎呀，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，看来是真找对人了。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！总长信赖，属下必然恪尽职守。总长，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这么信任吴次长？
总裁钦点的次长，不敢不信任。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？总长亲自交代过，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做的没错。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，总裁非常的生气。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共谍，